资料都准备好了吗？差不多了，快点快点。Kevin， 模特样衣准备好了吗？好，辛苦了辛苦了。 点了，早就该让我们下班了。你又不是不知道他，当然知道他了，心里没有男朋友嘛。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没有男朋友。你是那个高级助理吗？你帮个忙好不好？你说咱们几点就下班啊？小麦，方思的快递。哦，来了来了。安米，你快点叫你男朋友来。方思最讨厌模特拍照迟到了。 人家是坐飞机赶过来的嘛，也许班机延误了呢。小奈，你，艾米，我这里削的笔呢？我忘了。你忘了？你怎么可能忘了呢？我没有跟你说笔。哎，那是我没笔。 这是什么笔？还没削，你先将就用一下吧。模特呢？怎么还没来？那个艾米说，航班延误了。小时的飞机，我现在哪有心情去见什么拽到爆炸的设计师啊？啊？喂？喂？收讯不好，听不到哦。喂？要不我联系一下其他模特公司，看看能不能找人替一下。或者咱们公司同事也行啊。反正今天只是拍宣传画册，应该不会。去把样衣准备好。啊？样衣，现在，立刻。哦，好。 唐皇的罗总又过来了，这次连合同都带了。今天的模特是你男朋友啊？哦，是啊。飞机晚点也不是他的错呀，而且今天只是拍个画册而已，明天的秀才是重点。他已经落地了，马上就过来。叫他不用来了。从机场到这里不堵车的话，至少也要1个小时。可是他是专门为了这次拍摄特意坐飞机回来的。反正不是他的错，今天只是拍画册而已，不是吗？ 觉得我还可以想什么呀？怎么样了？快想我啊！你闹够了没有？我都特意赶回来了，你还闹什么闹啊？
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大哥，我真的没看见，我真的没看见。他也不是故意的，算了，也没伤着，好吧，别生气了啊。真对不起，要不行我给你送干洗店。吵架了，很难搞是吧？关我屁事啊！你看这个人戴围巾，品味真心差。算了，今天好歹也是过节，对不对？已经被你骂了一顿了，人家现在心里在飙血呢。这世界上哪有谁离开谁会活不下去啊？当黑暗来临的时候，连影子都会离开你，所以做人啊要靠自己，好不好看？还好吧。笑，小花，你好不好啊？我好呀，我好得很呀，主要是我看到你就好了呀。来，给你转一圈。你回来就最好，主要是看到你呢就最好。那我就不生气了。来，你开车啊？我开啊。明天你开。那后天谁开啊？我。胖子，那个新版的合同已经出来了。小奈怎么样了？你看这件可以吗？就这个吧。罗总，我之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是不会跟唐荒合作的。我们真的很有诚意了。你说我一个老总都亲自跑了好几趟了，对不对？再说你这个小小的工作室跟我们唐唐合作，也是个好机会啊。条约都被你修改了，一条一条改的，你是不是看看？你怕了？我怕什么呀？我怕什么？怕你吃了我呀？明天乔瑞斯集团就要举行联合品牌选拔秀了，国内的知名厂商通通都会拿着自己的品牌参加，相信唐红也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吧？那也可以。在这个时候，你非要跟我合作收购我的品牌，是怕 Fancy 抢了你的风头吧？胖子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我说你们这些新人呢，一点都不懂什么叫人情世故。我知道，现在乔瑞斯集团还没完全接受你的参选申请。所以，你可以做个两手选择，好吗？罗总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明天选拔秀上见。不送了。小奈，把这个再跟工厂确认一下。好的。对，我男朋友说现在立刻马上就能到，绝对没有问题。绝对没问题，这样的话本身就有问题。不然我们再等10分钟吧，刚好我这也没准备好。给他经纪公司发律师信，告他违约。哎呀，艾米，方思他也就是说说，他不会真的去告你男朋友的。还说呢，今天既是周末又是情人节，她自己嫁不出去还拖累我们，为了自己的梦想，从来不顾我们的感受。哎呀，好了，大家别议论了，快去准备吧。艾米，我们赶紧出发吧。干什么呀？拍个画册也叫我。哎呀，大小姐别闹了，我求你好吗？啊，你就忍忍好不好？本来以为你开家餐厅只是玩玩而已，没想到还不错哦。怎么样？我的能耐应该也不止给唐王做代言人吧？看来我真的有点把你看小。哎，不过呢，反正我最喜欢的就是给唐红做代言人，而且我决定，不光这辈子做，下辈子我也得做。下辈子就饶了我吧。你什么意思？哎，我说真的，你这边的家具看起来都很有品味。那我也是听你的呀，是你自己说啦，生活就是要慢慢品味的，对不对？是要好好的享受的，那总不能把日子过得跟打仗一样吧？哎，等等我。还有这么奇葩的客户啊，好久没吃药了吧？我觉得他应该要吃一大堆的药才能治好。哎，所以是不是还是跟我在一起开心？走，
开饭。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个呢叫低温三文鱼，因为你不爱吃干的东西，所以我就学了这个方法，它是能够让你在熟的鱼肉中吃出生的口感。怎么样？好吃，头天，好香啊，好嫩哎。哎，慢点儿！你不是说了吗？生活要慢慢品味，细细品味。你吃这么快，怎么品味啊？难吃的东西才要慢慢品味啊，因为这样才可以吃得慢一点。吃的少一点，可是这个东西真的太好吃了，你看我都没有了。来，给你，算你会说话。好吃哎。都说你慢点吃，别噎着。吃完了可以早点干活。你吃完就过来找我啊。快点啊！最近有没有在国外认识什么新女孩子呀？当然了，没有。你每天照三餐问候，你觉得我有时间吗？还臭脸。可是你到现在连吃饭的习惯都没改呀，那别的习惯那应该更难改了吧？我们都在一起那么多年了，大小姐，我还特地从那么远的地方回来陪你过情人节，还有什么好不放心？副总，我可是冲着您的大名才特意赶过来给你救场的。Anyway， 低于2000可不行哦。等我买。我准备过去。没错，我只想开到有潜力的品牌。好，就这样吧。哎，小妹妹，把这个拿好啊！你知道吗？气球飞了就回不来了，所以你下次啊一定要小心一点。谢谢哥哥。不客气。那我先走了，你自己小心点啊！再见。别弄了，别弄了！哎，副总你怎么不拍了？哎，副总你什么意思啊？把我叫过来又不拍了？有事吗？你有空吗？我要请你帮个忙。帮个忙。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骗子？当我的模特，3000块钱一小时。 3000块钱1个小时，听起来你更像骗子了。答应了。怎么样？可以吗？不好意思，没兴趣。哎，搞什么嘛？10万伙计把我叫来，现在又找别人。我可事先说过啊，出了公司就算工作，这钱我可得照拿。样片你都过不了，你还好意思跟我提钱呢？给你100块钱车马费可以了，去找小南拿钱，赶紧走吧。艾米，哎，叶欣，我们要的模特到了。飞机晚点，原来是你呀！那副总还找别的人干嘛？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意思呀？他本来就自以为是，就喜欢使唤别人。哎，怎么了？你怎么那么晚才来呀？这样吧，拍完照，你的事我帮你办，钱我照付。你帮我办？嗯。你是女超人还是机器猫？
抱歉，我真的赶时间，没有时间跟你玩。就这样，拜拜。听我说，你这样做有点过分了吧？那件衣服如果你穿的话，效果会更好。你要相信我，我不会耽误你太久的。先还给我。哎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不是故意的。喂，方思姐，小麦，赶紧把车开过来。啊？可是现在开会堵车的吧？我不管，你快点。哦。小姐，我很高兴认识你，不过我不想再见到你。麻烦你让开，我真的赶时间，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的助理是个新司机，现在你也赶不了时间了，不如你先帮我，我再帮你，互帮互助，干活不累。小姐，我真的很赶时间，麻烦你让开。不是，就1个小时。让开。对不起。摄影师还随身带设计草图啊？不会设计的摄影师不是好摄影师。你是？时间宝贵，废话少说。3000块钱1个小时，你给句话。提拉米苏在意大利语的意思就是带我走。你大学毕业就去美国了，我本来以为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再见面了。你还记得3年前吗？我去意大利出外景，我们就那么神奇，居然又重逢了。那天下午我们一起喝咖啡，吃提拉米苏。那天是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一天。相比在大学同窗4年都没跟你说上几句话，我觉得那天才算是我们真正的邂逅。你怎么那么晚才来啊？我现在不是来了吗？你现在来了，人家已经要我准备换人了。这样行吗？怎么样？挺好的吧？我们去那边拍的。衣服都换了，我拍什么呀？那我给你通知的是今天，你自己来晚了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请你下次确定好了再告诉我 ，OK？ 我先走了。哎，我给你衣服，你什么意思呀，杨立新？安敏，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，但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啊！你看着画册就要去印了，咱先把正事办完好吗？不是，你说方思他什么意思呀？放着我们家帅哥不用，随便就在街上拉了一个人，害我男朋友白跑一趟，让他直接走人就不说了，还跟我说什么以后要告他，至于吗？我跟他工作了这么久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这点面子都不给我。我知道，你是他的高级助理嘛，他应该先替你着想的，对不对？那咱们拍完再说 ，OK？ 哎呀，好了，我请你喝咖啡，快点啊！自然一点，动作僵，表情更僵啊！来，放松，收一点。自然一点。微笑过了，往回收一点。好。保持啊。
会不会好一点啊？喂，可以了吧？好了没有？你一向都是这样。这是我的工作。我是说，你求人都是这样的吗？我没有求你，我们是在交易。这样跳的好多了，来。好了，来，保持啊。有效过了，往回收一点。你穿的衣服挺漂亮的，很少有人能穿出你这样的品味。它很快会成为潮流的。这未必吧。能不能不聊天？我雇你来不是聊天的。换个地方吧，走。不是来聊天的。可不可以不分开？虽然你不是一个靠谱的摄影师，但我觉得你好像是个很特别的设计师。请你把“好像”2个字去掉，谢谢。你搭配衣服的要求这么高，你不会是处女座的吧？我们的工作已经结束了，这种私人问题我就不回答了。唉，工作的时候不能说话，工作结束了也不能说话。我说你是不是从来没有考虑过你员工的感受？你要去哪儿？我开车送你吧。不用了，反正也已经晚了，我不赶时间了。那我就不送了，谢谢。再见。再见。哎，先生，我还没有给你钱呢。不用了，下次你请我吃饭吧。没有下次了。话不要说的这么早。再见。大家都是俗人，还是谈钱吧。那谢谢吧。孤单时候，谁在身后？幸福向左还是向右？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你是否为我放弃所有？然后幸福快乐一起颤抖，交换温柔。我可以忘记了所有，但只要记住你的双眸，记得你的右手，那种温柔是因为我直到永久。他怎么了？我什么都没看见啊！干什么啊？哎，我的画，放回去。该我了吗？你还知道回来啊？死在国外算了你回来多久啊？2-3个礼拜啦。这么短啊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你总不能放着国外的生意不管吧？那唐皇不是也是他的生意，他管过吗？哎，好了，反正生意的事我也不懂，你们好好聊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了。喂，你可知道回来啊？你要累死我呀！小南，你走不走？你不走，我走。来了。哎，我
你说怎么会有他这种人？永远都觉得自己是对的，从来都不考虑别人的感受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是病，就只有你能忍得了他。方思的车钥匙还在我这儿。你别跟我说这些。如果他要真不顾别人的感受，就应该把车钥匙拿走，再杀人的呀。方思其实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你习惯他的风格就好了。我凭什么要习惯他的风格啊？就是因为有你们这种人天天宠着他，所以他根本就不用改变。他自己要出来开公司当老板，总不能对人情世故一点都不懂吧？这样谁愿意替他卖命啊？说白了，你说我们得到什么了？就他每个月发给我的那点钱，我连房租都付不起。话不能这么说呀。其实我觉得方思挺可怜的。假设啊，我是说假设啊，情人节你一个人走在路上，却看到你的前男友和现任极其猥琐的卿卿我我，你怎么办？那就看我现在有没有一个极品男友了。要是有极品男友，就过去碾压他。那如果没有呢？没有的话，就含泪转身，以70迈的速度离开，总不能让我前男友得意吧？悲剧的是，你的前男友的现任，竟然是你的天敌呢？这么悲剧，那我不出门好了呀，省得我出去碰见他们两个，气得我七窍流脓。最悲剧的是，假设你出门，被你的天敌抓个正着呢？真是遇到这种情况。我勒个去！你不知道，我快被那个屌炸天的设计师气死了，软硬不吃。我本来想好了是一定要去化敌为友的，可人家非要化友为敌呀，对不对？不但不肯签约，还非要拿自己的作品去参秀。你说现在怎么办？那就让他去啊，让他去吃点苦头，他就知道我们多有诚意了。喂，大哥，你说的轻松啊，这是我们的生意啊。现在乔瑞斯要回国内开拓市场的消息一出来，国内各大厂商都开始联手了。我本来是想着，赶到他们之前呢，签下几个知名的国内设计师，有备后患的。谁想到半路冒着这么个奇葩的？无所谓。哎，我接下来会很忙，明天就不去了。你又不去了？喂，大哥，你是杨坤的歌听多了，什么都这么无所谓？我还以为你回来真的大展拳脚呢，你又是回来度假的。振作一点吗？啊？哎，反正你无所谓，我更无所谓，大家一起无所谓吧。无所谓，谁会爱上谁？傅方思，好久不见呐！我也挺不想见你的，可你整天跟个小广告似的，避都避不开。PS 的师傅技艺挺高啊，真人跟照片差别也太大了吧？哎，你知道我现在和李唐在一起吗？意外吧？话题转得太突然，聊天素养有待提高。其实这次呢，他是专门飞了大半个地球来陪我过情人节的，真的挺辛苦的。哎，方思，你的男朋友呢？哎呦呦，你看我这脑子，你是他的前不，是前女友。其实我倒是觉得过了这么长时间，见面叙旧没问题呀。一起去喝一杯吧，反正你都已经假装漫无目的的在这溜达了一天了，不就是想让他看见你吗？李唐是谁啊？李唐是唐王的 CEO， 是他找我做的代言人，他非常爱我。这家餐厅也是他送我的。那就祝你事业有成，早日发财啦！可我现在只在意乔瑞斯会是谁呢？你到底拿什么跟我争啊？是靠你那点小名气吗？还是靠你那些三脚猫的东西啊？凭我的 fancy。你不要总是活在幻想里好吗？你就放不掉你那些陈湘南，乔瑞斯会选谁合作，明天我们就知道了。你有心情在这里跟我四六不靠的，不如多花点时间去学 PS。
气都不压身。傅放肆！你嚣张什么？你以为自己还是20出头小萝莉？韩黄。啊，去哪儿啊？这么长时间？真是，你说你们要爱人世界，你不是让厨子下班了？那厨子能爱你们什么事啊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？我买单，你现在就买行吗？不要，不要和傅方思合作。你干什么？我以为多大事儿呢？我真纳了闷儿。你说吕棠，后边有这么多女人，你也没管过呀？为什么这钱？我没跟他说，我就跟他说了，公司要签几个知名的设计师，更何况傅方思这2年的情况，吕棠一点不了解啊。我说的都是真的啊，要有半句虚言，以后出门就找不着 WiFi，行了吧？说的是真的？全都是真的。再说了，吕棠对生意上的事儿什么操过心啊？你又不是不了解他，他是快乐为主，经营为辅，而且刚才他跟我说了，明天他是绝对不会去的 ，OK 了吧？这还差不多。哎，你这事儿我纳了闷了，哎，你说你为什么呢？吃吧你就。废话。真的是个极品哦，不仅人长得帅，超级亲民，我可是要跟他互粉一下。哎呦喂，刚来不到1个月，粉丝成倍上涨，人气爆棚啊，尹总。尹总好。总裁。我听说是你接受了傅方思工作室的申请，允许他们参加明天的品牌秀。对，我认为他很有潜力，而且品牌。No。我记得你曾经说过要去他的工作室看一看，再做最终的决定。实际上你根本就没有去。他的这些所谓品牌，就是这些没有经过市场验证的图纸。对。我没有去他的工作室，但我已经从侧面确认过他是一个有潜力的设计师。我认为我们的职责就是以市场的眼光，挑出其中具备潜力的，将他们变为最畅销的商品。好，我等着你的好消息。哼。本事没有，唧唧歪歪倒挺在行的。之前 NSH 他去了多少次都没谈成，你去就1次就签了。总部现在调你回来啊，就是让你接他的班儿，他不服老也不行啊。这个就是约翰逊一直看好的弹簧，综合实力国内一流，旗下的几个自有品牌呢也是非常的畅销。如果我们做他们的代理，省时省钱又省力。可你倒好，非得东跑西跑去挖一些不起眼的小工厂、小工作室，啊，就比如这个，大马路上拉你去拍几张照片，你就让人参展了？你这不是明摆着跟约翰逊对着干的吗？你对以前还记仇呢？以前那些事情我已经把它从我脑子里删除了。如果还活在过去，我还配在这个位子上吗？哎，我就开个玩笑，干嘛那么认真嘞？我对每一件事都很认真。我是说呀，那个老狐狸对你感冒可不是1天2天了，以前就给你小鞋穿，以后啊还指不定挖个大坑让你跳呢。我们总得有所准备吧？那你说，你到底想对他怎么办？很简单，等他先出手。
李唐，你给我的意外还不够多吗？我甚至怀疑，我看到的你是不是真实的？但这一次，任何意外都不可能阻止我了。轻易的相信当时的感觉，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，还是说服自己，顺其自然就是最好的。着急了，借你看看，看了吗？好看。粉子，等爸爸赚多了钱以后啊，开一家服装店，就叫方思，好不好？光子公司服装店有什么用啊？以后方思会变成一个服装的品牌。服装品牌？方思服装。有点意思，比爸爸强。我们以后就叫方思这个品牌啊，开公司。虽然多花了6年的时间，但总算可以让所有人看到了我的品牌，我真正的梦想。其他的，我什么都不要。堂皇一如既往的支持。那我们堂皇对这场秀的确非常重视，前前后后准备了半年之多了，所以这次带来的呢是我们最尖端的产品和最前卫的设计。相信今天晚上会给大家一个非常惊艳的亮相。我还没介绍呢，我还没说完呢。这届发布会邀请的都是国内极具知名度的设计公司，那您作为唯一受邀的设计师，是不是表示乔瑞斯对你的设计十分看重呢？之前你拒绝了很多服装公司的合约，当中包括不少大客户，你这么做是不是打算向同行们宣战呀？我没有想与同行为敌的意思，只是想借今天这个机会向大家介绍我的设计理念。赵姐，这次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设计？对不起，等服装秀结束了以后我们再说好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这还没开秀呢，就跟他已经赢了似的。他受不了他那个自以为是的狂妄劲儿。放心，我们还有湘南鸭场呢，就是先让他屁颠屁颠也完，笑到最后的肯定不是他。之前我们拒绝过他们，现在啊，看来他们要联合起来跟我们对着干了。你没看过我总和我总监的眼神？如果眼神能杀人的话，你都死了好几百回了。不用管他们，装我自己的路。小娜，你跟我去趟样衣间。艾米，你留在现场定下流程。小姐姐，你的衣服呢？你们跟我来。向南姐，我给你拿过来这个了啊，你看一下一会儿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今天只穿一套衣服，要不是李唐不来，你觉得我会过来吗？行行行，都听你的还不行吗？我问你，向南姐，这李大公子难得回国啊，我看你们两个人好事将近了吧？啊？我们的好事那是早晚的事儿，我现在只希望不要因为管堂皇又管出什么岔子来。能出什么岔子呀？你对李大公子这一片真情，我们可是看在眼里面了，佩服得五体投地的。哎，你说你，又是为了他学各国料理，又是熬夜去学工商管理。哎，你说这李公子也是，真是前辈子积了什么德，能娶到我们湘南姐啊？不用在这拍马屁了，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啊？你们先去忙吧。你在这这么讨好我，不就是想借我的人脉和名气，做上一线经济的宝座吗？湘南姐，话也不能这么说呀。
你说我们俩合作这么多年，多多少少也是有情分的呀。是呀，我们是有情分的，但是在利益面前，情分也得让路呀。你说，要是有一天我没名气了，没背景也没靠山，你还会像现在一样帮我吗？你的表情告诉我你不会的，但是你这个人还是够诚实，所以你放心吧，我呢也绝对不会让自己有那么一天的。